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小众的 ITX 机箱，就是采用小 EU， 也就是 Flex 电源的机箱。那首先说明一下呢，这种机箱呢非常的小众，价格不便宜，那坑也比较多。我只是和大家介绍介绍啊，老玩家可以折腾的玩一玩，那新手的话还是不建议去碰的。EU 是源于机箱机柜的高度，那美国电子工业协会规定的一个 unit 是 1.75 英寸，那大概就是 44.5 毫米。那如果你去机房里面呢，常见就是那种2U 的，那88毫米左右的，那插了一堆硬盘的服务器或者是网络交换机，那放在一个机柜里面。那 EU 电源呢，就是为了兼容 EU 规格机箱的啊，就是能塞进 44.5 毫米的机箱就可以了。就比如说这个红旗品牌机上的一个台达的 DPS 220U 的电源，那大概是200×90×50毫米，那高度是超过了44.5啊，就不是 EU 电源了。但是 EU 电源的长度和宽度呢，它并没有做特别的限制。一些工业的 EU 电源，那宽度可能是100毫米，长度可能是240毫米。就比如说这个台达的冗余 DPS 550AB22A 服务器电源，是个550瓦的白金牌电源，一个要799块钱，不过一般是一套用啊，1799块钱。就是一个坏了，另一个能马上顶上去啊，保证不断电。再比如说这个 DPS 400CBA 啊，240×100×40.5毫米啊，是非常的长的。那如果我们用常见的 ITX 小机箱的话，这么长的电源是塞不进去的啊，是要采用 Flex 电源，也就是常说的小 EU 电源。英特尔的 PSU DG 标准里面规定的 Flex ATX 的电源尺寸是150×81.5×40.5毫米。和 EU 电源同样是40.5毫米的高度，但是长度和宽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弄混了。简单说 ，EU 电源只要是高度是40.5毫米就可以了。Flex 电源对长宽还是有要求的。那 Flex ATX 的电源肯定是 EU 电源，但是 EU 电源不见得都是 Flex ATX 的电源。那说了这么多啊，能感受出来 EU 和 Flex 电源更多是用在工控领域的。体积小啊，不用考虑噪音，那设计都是7乘24小时工作，追求绝对的稳定。那转化率大部分都是金牌和白金的。那工业上用的嘛，它会定期淘汰，所以就经常有一些二手的便宜货啊，就慢慢的流到 DIY 装机里来了。那出现了一些专门设计用 Flex 电源的小机箱，就比如像这些机箱。那这种 Flex 的电源呢，要么是拿台达毅恒的改的。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全新的，还是所谓的9成新啊？行业套话嘛，不是全新就是9成新。伊拉克成册啊，不存在的。你不知道有这玩意吗？那各种的改模组线、改镀银线、定制线，还有帮你把原装特别吵的风扇，那改成猫头鹰的4厘米风扇的。那其实这些工控的电源呢，很多都是多路12伏的。而 DIY 呢，因为显卡功耗大，所以他们都是找的那种单路12伏的电源改的，感觉也是整的有模有样的。啊，之前我就不知道啊，猫头鹰这个4厘米的风扇到底干嘛的啊？后来知道啊，原来都是改 Flex 电源的。但我说实话，猫头鹰这个风扇安静归安静，但是风量的话和不少工业扇还是有区别的。那电源都是要强制过3C 认证的。那改了一个风扇，那会不会影响电源的散热呢？之前我们不是老喷那个华硕的雷神电源，它的 CPU 模组线不够长吗？华硕就一直不肯改。就是因为你如果改了模组线的长度的话，它就要重新过电源的3C 认证，挺麻烦的。雷神电源因为方案和代工都不是华硕自己弄的啊，华硕嫌烦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改，就叫你再申请个线，那多简单的。那说回 Flex 电源，那除了一些大厂的拆机的魔改电源，一些小厂家也做了 Flex 电源，那反正这个属于送我也不敢用的，毕竟是接触220伏电的。安全第一嘛，我翻了翻网上的案例，那反正故障率不算低，那还不如那种台达的那种拆机改的质量要好。我之前就用了一阵子那个新古代3的电源给直播的那个小机子用，当时真的是直播到一半电脑断电了，那只好找了个 ATX 电源一直凑合着用的。那我知道，其实有的小厂家的 Flex 电源其实就是找的新古爱国者的代工厂做的，质量和大厂的还是有差距的。说了这么多电源，那我们还是赶紧回到我们的装机吧。那这次为了装 Flex 机箱，那是因为全汉给我寄了一个新品电源，叫 FX500G 银盘全模组的 Flex 电源。大家先弹幕猜一猜啊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
啊，这么小一个500瓦，单独电源669块钱，模组线99块钱，价格是不是贵的一笔啊？没办法，要么你是买大厂拆机的，要么你是买小厂全新的。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厂全新的，那就是这个价格。所以我说啊，这东西还是老手装着玩就行了，新手不建议碰啊，这电源实在太贵了。电源规格就是标准的 Flex 的规格，那150乘81.5乘40.5毫米的长宽高，那80 Plus 银盘，那风扇是对着电源吹风的，那不是 Flex 电源常见的抽风，居然还支持50%负载下的风扇停转，所以噪音的话会好很多。那是12伏41N 的单物12伏，质保期5年。相应的机箱，那好多 Flex 机箱啊，它都是玩预售啊，你买不到现货。所以说我们就找了一个有现货的，叫酷鱼 S3，299块钱，还整个显卡延长线，那尺寸是200乘105乘250毫米，那体积是5.2升，确实很小巧。那两侧都是开孔的设计，有利于散热，还带了一个把手，但相应的做工比较糙啊，摸着有些割手，那手感感觉啊比那个乔斯伯 C2 还要差一点。不过299块钱的价格摆在这，还带了一个显卡延长线。也确实没法去和更贵的乔斯伯的 V8 和 T8 比做工，散热器的兼容性很差，只能支持4厘米的，那英特尔原装散热器都上不了，只能用乔斯伯的 HP400，所以 CPU 我们就选用了 i5-10400F， 还特地找了一个千汉版本的，也就是 i7、i9 屏蔽核心下来的，那散热的话会比硅脂的 10400F 略好一些。上塔3的话可能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小机箱的话还是有点用的。主板因为只有华硕有 B460i 微星跟技嘉都没有出，所以只能凑合用的华硕的。那这里说一下，其实华硕的英特尔主板它的电压一直给的偏高，那导致功耗也就偏高。你像940F 的时候嘛，那技嘉单烤 IPU 的话大概就65瓦、70瓦的样子，华硕就给你整了80多瓦。现在1040F 的技嘉是70瓦左右，华硕给你整90瓦，关键还特坑爹。那主板它有个65瓦的功耗墙给你锁了，你还得手动去解锁啊。如果你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装机必然翻车。按理说，其实华硕的 BIOS 水平是最高的，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搞？我也不知道。显卡的话，那只能装单风扇的 IT 莎显卡，或者19.5厘米的硬重的双风扇的黑金至尊版。那你像乔斯伯 T8 里面可以装进去的21厘米的微星万图师，那这个机箱它就不行。而且用的黑金至尊版也只有1660和某个版本的2060才可以。那1650 Super 它反而长了2060的话它有3个版本同时在卖V3 版本就明显长了一截，和1650 Super 一样是放不进去的。所以我们就选用了硬重的1660黑金至尊版塞进去都比较费劲感觉刚刚好卡住。硬盘这里建议用发热比较小的西数的 SN550 1TB。主板背面的 M.2 呢，因为是紧挨着显卡，我也不太建议这个接口去装虽然说已没有别的硬盘位了，但是我们试一下，其实你再塞个2.5寸的固态也是 OK 的反正你固态也不怕震动，你双面胶粘一下也能用。机械硬盘的话呢，肯定是不能这样固定的。那整个机子的装机其实也没啥太多可说的，总共就这几个配件，也折腾不出啥花样。装完了，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。那之前就提到了，华硕主板的电压给的太高了。i5-10400F 单烤 IPU 居然90瓦，温度82度，所以我们调整一下 BIOS 设置到正常的电压，那这个时候大概功耗80瓦，温度75度算是正常。显烤单烤 FullMark 76度，双烤的时候 CPU 76度，显卡78度，那算是个能接受的温度。玩几个游戏测试一下，金飞车21 1080P 特效全开，那大概是64帧CPU 跟显卡的温度如视频所示。GTX 5特效全开大概是73帧，吃鸡3D 制画质的话大概是127帧。那最后测试一下噪音，那测试的结果如图，电源还是很安静的，那主要是 CPU 散热器的噪音，那毕竟 HP400 是个很便宜的散热器，如果对低音要求高的话，还是建议上个猫头鹰的 L9i。那最后总结一下这种 Flex 电源的主机，那我个人其实觉得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主机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了省电源这点空间花这么多钱。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 Sunmilio 的 S01机箱，是支持 SFX 电源的，那体积也就7升不到并没有大多少。我看酷鱼的它那个店铺还推出了一系列的配套的，就装这种小主机的背包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把 SFX 主机背在背包里的行为，因为这种主机你就算体积小太重了呀，而且毕竟是台台式机，我觉得你也没必要说是经常要搬动的放背包里去用吧。
我认为你能放进行李箱里啊，满足便携的需求就可以了。一般学生啊，寒暑假啊，行李箱一抱拖走啊就可以了。你体积做这么小，用 Flex 电源，你要么就是要多花很多钱，要么就是去玩那些便宜的炸弹，而且对配件的限制也太多了，兼容性很差，上不了太高的配置。更多的我觉得那还是作为玩的性质更大一点。追求小体积啊，想玩一玩新配件啊，贵就贵一些，玩的开心就好。那普通人的话，还是不建议碰了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，不知道你对这种极小的 Flex 电源的主机怎么看啊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那如果觉得这期节目不错的话，请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素质3连一下。有关观众也别忘了点了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。这里是潮玩客，我是剑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